在开始之前呢，我就想请我们华人教会的刘传道上来跟我们讲几句话。那么这一个活动呢，就是刘传道的太太 Rachel 呢，就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去策划组织，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的怎么在教小孩学母语方面呢，提供一些的思路。那我们现在先请刘传道来讲几句话。欢迎大家来到金士顿华人宣道会我是刘传道这边的牧者欢迎大家来到这一边很高兴大家我们的会友也是注册心理治疗师的邓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连接桥梁内容我不多说了，但我猜大家都知道，是想家里的孩子可以学母语这个是很好的机会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讲好，员。谢谢哈。啊，那我这里呢，我也想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感谢华人协会对这个活动的支持哈。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一个题目呢，叫链接桥梁，一起来学母语讲母语。那么这一个话题呢，就是首先刚才那个刘传道已经介绍了我，那我这里就不再啰嗦了哈。我今天的包括了以下几个主题哈，我先会讲一下学母语的重要性，然后我们作为海外华人的，我们怎么在教孩子学母语、用母语交流的过程中，肯定都存在了很多的挑战。那在座我看到有一些熟悉的面孔，肯定你们也是有很多的心得体会，或者是一些的挑战、一些的困惑。那我在这里也想跟大家讨论一下。那最重要的一点呢，我想借学母语、用母语这一个话题来讲一下，我们母语作为亲子交流的一个桥梁主要是这三个方面哈。那我现在呢，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家里和孩子坚持用中文交流呢？如果有的话，可以举一下手。啊，OK，我看到三个、四个四个家长是有用中文坚持用中文交流的哈。那么你认为坚持让孩子说中文有必要吗？你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可以请你举一下手。啊，基本上都觉得有必要因为你说中文，你说的不，但我留意到你刚才你认为坚持让小孩说中文是重要的，但是挑战就是你自己因为可能你也是从小在这里长大，所以这个说中文这一块的话，也说的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跟小孩子在教小孩的话，就觉得很困难。等会儿如果有机会你也愿意的话，我也想请你分享一下为什么你觉得说中文那么必要？当然不是一定的哈，看你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邀请你分享一下。那么今天呢，我请了两位小嘉宾那个我们请他们来分享一下。那么一位呢是我的孩子，他叫 Joshua，一位呢就是刚才流传到的孩子，他在 Daniel。那么我想两位可不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或者 Joshua，你可以先介绍一下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你大概什么时候来的加拿大，然后你平常都说一些什么语言这样子啊？大家好，名字是 Joshua，我的中文名是徐浩洋，我大概是8年前的时候来到加拿大，好像是9岁9岁对对对，9岁的时候，嗯9年前，嗯呃，
我在家里跟我妈说粤语，然后我跟我爸说普通话，就国语。嗯呃我的名字叫刘德，我是英文名字是 Angel。那我是小五那个8年的时候从香港过来，然后我在家里是说粤语，会一点点中文或者是普通话。哦，哎，我能不能问一下你们，你觉得我看你们在学校肯定是用英文的，平常在你们之间交流好像都是用英文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你的母语是什么？我觉得我的母语应该会是广东话，在香港长大，啊啊我的爸妈也是说那个话。那 Josh 呢？你觉得你的母语是什么我觉得我的母语是粤语，也是国语。因为我长大之后，我一直都学了这2个语言，一开始就。？OK OK，那其实你觉得你又在家里说一种语言，又在学校说，你会不会觉得困难啊，或者挑战啊，等等啊，会不会有呃，呢？其实我觉得会问的不是，因为我不认为说中文或是英文都是自然的一个东西，嗯哼说的够多就会很轻易的可以做呃切换那个中文或是英文的模，OK 式。OK OK，那你呢？我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有点挑战换到中文、英文之间换了，但是现在我已经会说，也会说了大概10年了，所以我也开始习惯这个换来换 OK 去。OK，那你们两位有没有一些的交流？你觉得可以可以，你们互相可以交流一下。按刚才那个。OK，挺好哈，谢谢两位哈。那两位小嘉宾就讲了一些他们的经历哈，两位都是会说普通话，会说粤语，也会说英文，当然也很流利哈。我想说了，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如果让他们去掌握几种语言，其实是有可能性的并不是说没有可能的。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讲英语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哈，那我想讲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学习母语的一个重要性。我们来想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孩子来学母语呢？刚才那位妈妈也说了，她虽然她自己讲的不好，但是还是很想让我们的孩子学这个中文。那这非常好哈。那首先我们要想一想，母语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而且它是一个新的桥梁、亲情的密码和文化的钥匙。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我们这里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在座的家长都是母语都是中文哈。那么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思维很多的文化的传承都用中文来表达，就是特别的流畅哈。这是一点哈。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孩子跟我们的祖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如果他们会说母语的话，那就这个交流会更加的顺畅啊。那也可以听懂他们讲一些家族的故事这样子会感受到更多的这一种的文化的传承，还有一种无条件的爱。那么，父母用母语来表达情感的时候，会更加的自然，那么孩子也能更加的容易理解到家人的关心和教导，这是一方面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能够流利的使用母语的孩子的话，他在家庭和文化圈里面会更加的有认同感。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尤其这个孩子虽然很多孩子，我们的孩子都出生在这里，在这里长大，讲英文也是这个国家的人，但是
我们的一个外表，我们这个民族、这个种族这一点的这种身份，是不是说因为我们讲英语就可以改变的？我们仍然是华人，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身份的认同上是华人，那我们在跟华人交往这个圈子里面，如果我们又不会说中文，没有办法交流的话，不显得在我们这一个圈子里面显得没有那么的有一种归属感，哈，对不对？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自己人，哈，觉得自己是个外人。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朋友是来自于潮汕地区的那些朋友呢？潮汕人特别强调的就是自己人哈，啊，所以这是一种认同感哈。还有就是，我们回到国内见到亲戚的时候，也不会因为语言的障碍而感到尴尬和孤单。因为我也听过好多的小朋友，听过很多的这样的朋友说，小孩子他不太会说中文，那么我们把他带回国的时候呢，那些表姐啊、表弟啊等等啊，也没有办法交流，就觉得很没有意思。慢慢的，他们也不想回去，觉得不好玩，没什么意思哈。这也是一个方面哈。其实我们的中国的文化哈，其实是有5000年的历史，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些的文化的传承。那么我们的小孩都没有，因为不太懂中文，没有办法把这种文化传承下去啊。那么其实这一些都是为什么我们要学母语了。还有呢，就是这一些的话呢，我们学母语，让他知道，诶，我这样的一种民族的特性，这样的一种身份啊，我们所说的 cultural identity，让他会觉得，我知道我的根在哪里，我从哪里来的，我的民族是怎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中国人呢这一块呢，实话实说，好像真的是做的没有其他的族裔那么好。我们看到印度人他们的来到北美哈，他们的名字还是用回他们印度人的名字，后他们的所有的节日，他们都非常的重视。反观我们华人呢，好像来到这里，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庆祝春节、中秋节等等啊这些的传统节日，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家每一户都会庆祝。好像据我所知，有些人觉得这个东西节日传统节日这一方面已经很淡化了，所以这一点呢，我就感觉到好像我们华人在这个保持我们这种民族特性，还有这种 cultural identity 方面呢，好像真的是做的不如其他的种族哈。这是一方面呢。那还有呢，就是还有一点就你们知道吗？我们让小孩在小的时候同时学习2种语言，或者甚至几种语言，其实对他的大脑发展是有很多的好处的。那首先呢，他在认知上面会更加的灵活，因为小朋友呢，他小的时候呢，的神经元的链接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那么，其实你给他一个很多语言的一个刺激的话呢，他会建立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一个神经网络哈。那因为呢，他经常要在2种语言切换呢，那么他会有很多逻辑分析方面呢，也得到了一些的锻炼哈。还有就是这个选择注意力更加的强大，因为每一次转换的话，他就要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某一个语言上面，然后又要切换这样子哈。那因为他频繁的要这样切换哈，慢慢呢，就锻炼了他这种执行功能，而且他这种社交技巧呢，也是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了哈。
有一些研究表明啊，就是说双语的那些人哈，他们发生那个老年痴呆的平均年龄啊，是要比非双语的要晚了几年哈。如果都同样其他条件都是一样的话呢，就是他们做的一个研究，双语呢这个更加锻炼到大脑啊，就没那么容易老年痴呆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从小开始养成说母语的习惯会更加的容易哈。我们都会发现了，如果当我们长大了以后，再去学一门新的语言，就显得比较困难。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在学第二种语言呢？英语是我 second language，对我来说是 second language。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还在学一门，比如法语啊或者西班牙语等等，你会不会觉得很难呢？但是对于小孩来说呢，他们是要容易的多的。那现在你看到哈，这里可能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这里是一个大脑，大脑处理语言呢有两个区域，有一个叫 Broca 区，这个区域呢主要是管这个发音的、发声的。那么他在童年时期呢，因为他没有一种所谓的第一语言的优势，也就是说，他的神经链接都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他是很容易学习多种语言的。但是呢，成年之后呢，因为我们这个神经网络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么由于有了这个所谓的第一语言的限制呢，学起来呢就会跟孩子比起来没那么容易。那么第二点呢，小孩会针对每一种他在小的时候啊，在这个神经这个区域啊，他对于每一种语言呢，他都建立了一个独特的神经传导的路线。因此呢，它是比较容易在两种语言当中互相转换的。但是呢，成年之后呢，我们如果学外语或者是学一门我们不是从小开始讲的那门语言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在靠翻译。比如说，你今天学英语，你会想到苹果就是 Apple，你这样子去翻译，更多的是靠这个为主，所以你会觉得这样这个效率，说话的效率就会比较慢啊。但小孩子不是这样子的，他针对每一种语言，他都建立了一种神经通道。那第三点呢，就是这个 Broca 区这个也会协调口部发音的器官，因为小孩子这些神经还在发育当中，所以他就更加容易发出准确的音调。但是成年人呢，就是他的发音已经习惯了，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那么就很难发出一个准确的发音。还有一个部分呢，也是管语言的，这个它主要是管这个言语理解。那由于呢，成年人更多的依赖，因为我们大脑已经发展了很多了，更多的依赖一些记忆呀、逻辑思维呀、等等啊，那些都很发达了，这些大脑的区域很发达，那么就导致了这个处理言语理解这个区域的这个区域，它相对这个功能就弱化了。所以为什么小孩子从小就开始说母语那他会更容易说中文，他会更容易掌握。我们都知道哈，我也是一个妈妈，其实挺难的，在这一个说英语的国家里面，让我们的孩子学习母语真的是挺挑战的一件事情。那么，作为我们华人家长，可以怎么样去帮助孩子更好的学习母语呢？那首先呢，可能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有些人他们会觉得我的小孩子同时讲两种语言，会不会他们两种都说不好啊？那不如就只说一种，反正英语是主流，我就只让他说英语。那么其实呢，研究表明哈，在小孩子刚刚开始学的时候，他们确实是会
学语言的速度是要比那种只学一门语言的要慢一些，他掌握的词汇量呢，一开始是要慢一些。但是呢，如果我们观察足够长一点的时间，等这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同时说两种语言的孩子跟只说一种语言的孩子，他最终掌握的词汇量以及这个语言的流畅度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不可以同时说两种，同时学两种？啊，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自己个人的体会哈，Joshua 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应该粤语是他的母语哈，因为他一开口说话就说粤语，但是因为我先生是讲普通话，他粤语讲得不好，所以他不讲粤语。所以他要跟爸爸交流的话，他不得不说普通话，差不多就是同时两种语言一起在学习。那么长大之后，我也没有发现他有哪一个说的会不好啊，或者是发音不准啊，或者是什么的，我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我还有个女儿，那么她基本上从小到大在这里长大了，她稍微呢就是粤语、普通话、英语，英语大概是2岁多开始接触，然后好像都一起来。那他呢？他相对就会夹杂一些英语多一点，但是总体来说，就是用这种几种语言交流，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困难。那第二个挑战，小时候都愿意讲，但长大了之后，特别去上学了之后，就不愿意讲了，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啊？很多家长可能都碰到这样的问题哦，回家就不愿意讲了。当你的小孩回家的时候跟你讲英语的，特别是英语比较好的一些的家长，我一听到这个英语，我又第一反应又跟他说英语。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也给到他一个讯号，就说，诶，其实没有必要一定要讲中文呢？这个也是一种讯号。还有一种困难就是说，如果家里有2个小孩的话，啊，那2个小孩可能一天到晚叽里呱啦说英语，确实是一个挑战。但是等会我会讲一下有没有一些的办法让他们更多的说中文。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小孩他不愿意说中文的原因，他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的身份上面的一些隐形的压力呢？那么其实我们作为少数族裔会有压力的哦，因为我们更希望能够跟主流融入，我们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压力哦，他想展现的我不没有跟他们不一样啊，所以我的英语跟他们讲的一样，所以我不想讲中文，这是一种身份认同上面的一种隐形的压力，就在这一些的方面是造成一些的挑战。那最后一点呢，小孩子确实缺乏一个用中文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他不觉得有必要去学习中文、讲中文。哈，这一些都是一些的挑战啊。症结在哪里呢？刚才已经讲到了一种身份认同的撕裂，就是我到底是一个加拿大人还是华人、中国人等等啊？我不想跟，尤其是青少年，我不想跟别人不一样，我要 fit in，我要融入，那我要跟他们一样。这个时候，他会对说中文有一种排斥。我们首先要了解，那小孩上学了之后，他不愿意讲了，为什么不愿意讲？其实是有这方面的一种身份认同的撕裂。那么这种撕裂感呢，如果我们不帮助小孩去处理呢，他会觉得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文化身份认同。研究也表明，这一种如果他缺乏一种清晰的 cultural identity 的这样的
人，他更容易会患上一些心理上的疾病。刚才讲到了，像摆脱华人的外表，融入当地的文化，这是一种文化归属的困惑。还有就是认为中文跟自身的身份没有关系。那还有一种是逆反的心理，有一些人呢就认为是父母的一种文化绑架。你让我说让我去中文学校学，我就不愿意学，我不想学。他认为你在绑架，文化上的绑架，还有就是不适用，不知道在哪里用啊，尤其是在我们 Kingston，但是如果你在多伦多，可能就不一样哦。在多伦多，在 Scarborough，在 Richmond Hill、Markham，North York 很多地方你会看到有很多中餐厅，还有甚至 Scarborough 有很多的一些路牌也有中文，有一些餐厅啊点菜等等啊，有一些的适用性，但是不是那么多啊，用不到，或者他这个年纪他意识不到将来有什么用啊，学这个中文有什么用？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学习方法不当了，就是如果这个学习是非常的枯燥，像以前我们传统的一种教育啊，叫小朋友打开书读课文、认字写字，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小孩子就觉得特别的没有意思，就更加就不愿意学了。刚才也谈到了一个社会的环境哈，少数主义的一种隐形的压力。还有家长也挺矛盾的，他也提到了会不会担心他说话说不好啊，会不会他搞混啊等等啊，也很矛盾啊，这种心态也很矛盾。但是我刚才已经给大家很明确的说，其实你同时学两门语言，不会让你的小孩说话说的不好的。那我们来想一想哈，小孩子不愿意学习中文，其实他们抗拒的并不是中文的本身。刚才已经讲到了，是身份认同的模糊、文化归属感的一种混乱感，以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中文，我只是爸爸妈妈叫我去学，我就学了，而且学的也非常的无聊，没有意思。以及呢，被强加在他身上的一个华人的身份、中国人的身份。那刚才讲了那么多的挑战、反思、迷思，那我这里呢，我自己有一些的建议，非常有趣的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星期二这个星期二，在多伦多华人基督教亲子会讲了一个在线的讲座。当时有一位妈妈，她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她说我的小孩平常都讲英文，但是我的英文不好，我又没有时间去进修英文，我感觉呢就跟孩子之间的这个沟通啊、互动啊，还有情感方面的交流，好像缺了点啥。她问我应该怎么办。我听完了这一个问题之后呢，我回答说：“哎，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你是觉得你应该去进修英文，但是相反，我觉得你不是应该去进修英文的，我觉得应该你多点跟你的孩子讲中文。”就是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个话题很切合了。假如你的英文，你觉得是因为你英文不够好，不能跟你讲英文的孩子沟通的话，我觉得这个思路可能你要改变一下了，对吧？你的孩子学一门语言是远远的，这种能力是远远超过你的，而且有那么多的好处。而且当他真的是愿意讲中文的时候，那么你跟他会有更多的一些的深入的情感的交流。在这里的话，我们应该把这一个情感桥梁来代替一种学业的压力。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讲啊，我的小孩学中文啊，他将来啊多一门语言啊，多一门技能啊，又怎么样怎么样啊，想的是很多以后会怎么样的事情。但是你是这样觉得的，但是你的小孩不这样觉得，所以他不愿意学啊。
但如果你用情感的桥梁来代替这个学业的压力的话，比如说你可以陪他一起去阅读啊，看一些书啊，等等啊。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多了一些陪伴你孩子的时间，对不对？你也有一些的情感的交流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就是要增加趣味性怎么样去增加这个趣味性呢？比如说，你可以有一些属于你们之间的一些暗语哦，中文的哈，然后做到了什么，我们就说一个什么暗语你看外面其他人他听不懂听不懂，他们都听不懂中文，这是属于你们之间的一个小秘密，等等，是增加一种趣味性。还有呢，就是利用工具哦，我也听过有一些香港妈妈，他们说介绍他们怎么样让他们的孩子，他们香港是有什么两文三语中文、英文、粤语、普通话和英语两文三语哈。他介绍他怎么去让孩子学会这两文三语。他说，英语他买那个 Google 的那个，就是你可以跟他说话的那个 Google Gemini，他每天就打开，可以让他小孩就跟着 Google 对话讲英语。然后呢，他也买了一个叫做小爱同学，然后小爱同学是可以对话的你可以喊他，可以叫他跟你说话，可以怎么样的，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些工具。那我也最近也听一些妈妈说，听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故事那么还有呢，就是一种反复的短时间的一种刺激，比如说每天我们看一个小视频，一个中文的动画片，不要太长时间，慢慢，他觉得很有趣哦，这个东西。还有就是一个身份认同的构建呢，这个其实是跟家长你自己个人的一个认知很大关系。你自己的身份认同是怎么样的？你觉得你身上华人这个身份，你为这个身份感觉到自豪吗？你还是我不想要这样的一个身份。如果你也是这样子想的话，那么你的小孩肯定不会喜欢这样的身份，那么他也会有这种身份的认同的混乱，对吧？嗯。那么还有就是有一些爷爷奶奶等等带来这边，也许短期的探亲，或者是移民过来，那么可能祖辈的英文也不太好那这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让到这个小孩子有机会说中文。那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想呢，其实你让他一起去学中文、说中文，多花一些时间去陪他。当你花了时间去陪他的时候，你们之间的一个亲子关系就会更加的好更加的多一点的情感的链接那今天的这个讲座呢，就是讲到这里内容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我希望呢，就是能够解答大家可能在教小孩说中文这个道路上一些的疑惑。我也设了一个提问的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哎，你好，有，你是说中文班吗？这个中文班优惠活动可能我们 K 省真的是比较少一点那我知道了，就是多伦多他们有一些还不错的一些的中文学校，主要是 in person 的。那疫情期间，他们提供一些在线的。那我可能觉得，如果你的小孩还比较小的话，可能 in person 的一些的班会更有效，更加能够抓住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对，你可以了解一下。确实，我知道多伦多，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些的班的，而且呢，他们学习一个模式呢，会更加的生动活泼，能够吸引到孩子。那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增加趣味性这一点让小孩觉得我学起来呢不是那么 boring，很重要
如果的小孩觉得，哎呀，太没意思了。因为他们不会去想到这个东西将来有什么用这一个层面的，这是大人的想法，不是小孩的想法，对吗？小孩是想不到的，他们是觉得好玩啊，觉得有趣啊，他就愿意学啊，对吧？我自己个人哈，我给我的女儿陪着她一起学一些中文字，你也可以去参考一下。我给她买了一个 app，叫悟空识字，它就是玩一样的点，然后我就每天拿出来给她玩一下，她现在也能认到一些的汉字这样子，类似的这样的东西哈。你们都可以搜索一下相关的一个资源。那最重要是让他觉得有趣啊！如果这么 boring，谁会学啊？平常又用不到，出去同学又不说中文，对吗？尤其像 Kingston 是比较挑战的，可能在多伦多，华人社区很大，也有各种新移民来，他们有小伙伴里面也有一些说中文的小伙伴，可能他们会进步更大一点，还觉得诶，我能说，我还能去交流，怎么样？因为我也听到有一些其实一个学习的意义感很重要哈。我听过一个朋友说哈，他的小孩，当然他是在多伦多哈，他在 volunteer，为一些的新移民的孩子，他们搞一些的活动，因为新来的孩子，他们英文不太好，那么他去 volunteer 就帮他们翻译，告诉他，哎，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哎，他会觉得，哎，我会说中文哦，我在做这个 volunteer 的时候，我派上用场了我的中文。那么这个学习中文呢，就赋予它一种意义感了。他会觉得哦，诶，我这个学中文是有必要的哦，我真的是有用的哦，不是在那好像为了学而学这样子。所以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的机会，如果大一点的孩子，你能够为他找到这样的机会，可以让他去尝试，那么他就会找到这样的一种意义感在那里。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那我这里其实有一位在中文学校教的老师在这里现场，小米，你要不要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中文学校方面的情况呢？基本上是到对12下的不到。嗯，那刚才我说的那些的工具哈，我也可以整理一下，然后发出来，包括刚才刘传道也跟我说，有一些的妈妈可能今天没有时间来到现场听这个讲座，但是他们希望能够拿着这个笔记，那这个我也可以去跟大家分享啊。那我把一些的学习的一些的资源，比如说一些的 app 啊，还有一些的，比如说刚才说的 Google 是讲英语的啊，但是也有一些产品它是讲中文的，你很好玩，你可以跟他说话啊，这样子，这样也是一些的增加趣味性的这样的一些的方式哈，让小孩觉得学中文并不是那么无聊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更多的愿意去学了。这样子。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暑假把它带到国内，哇，那个进步就是神速了，因为在那种环境之下，个个都讲中文哈，他很快就 pick up 了，这样子。对了，还有没有？哎，你好。现在在那个完成了中文的嘛，他倒是比较难适应英文，所以我现在比较迷惑是，我应该在家都跟他啊，好，我的建议是你坚持说中文。那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啊。首先就是说，你觉得我刚来，然后呢，小孩子不适应，很着急，我能理解这种心情哈。但是其实这样的一种困惑啊，是发生在每一个移民身上的，不仅仅是你的小其实是每一个孩子，就是他原来在
某个国家，然后搬到这里来，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因为我们很想当然的认为，我们的小孩肯定适应能力很强啊，一来了怎么样啊？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根据我自己的观察，不是这样子的。我儿子坐在后面哈，他6岁的时候我把他带到美国了，他当时是一句英文都不会啊。他一句英文都不会，我也很想当然的。我觉得他一去美国，我把他放到 YMCA 的 camp 里面，summer camp 那里搞了几个星期，然后就把他扔到学校里面，他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他是直到我们是8月份去的美国，他差不多到第二年的3月份，他才开口说英语。是这个过程是蛮漫长的，肯定是有一个 pick up。但是我在家里我没有跟他说英语，我一直坚持还是跟他说中文。有一个现象很好玩的一个现象哈，我呢是说粤语的哈，我在广州哈，我听我的朋友说，广州居然有好多小孩子他不会说粤语哦，在一个几乎都说粤语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不会说粤语哦。很好玩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家的孩子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家的孩子把他带到一个说英语的地方，但是他们仍然说粤语。其实我想一下，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一直都坚持跟他说粤语，从小到大都一直是这样子。甚至我跟我的孩子交流，我只讲粤语，我连普通话都不说，我只讲粤语。那他没有选择，他只能说这种话，跟我交流的话，这没有问题。他今天适应的很好，也融入的很好。这个过程会有一点点，相对于从小到大在这里长大的孩子来说，没那么容易适应。但是他慢慢，他还是会适应，除非一种情况，你来这里是短期的，比如说我只想在这里待1-2年，我很想他很快的学会英语，OK，那你可以跟他说英语，你只是为了他学英语。但是假如你说，我来这里是 for good，我是长期待下去了，其实是不用着急这个事情。在这里你们也有什么帮助？嗯，那我回到这一个幻灯哈，呃，这里其实我刚才讲了这个大脑哦，他小的时候啊，他这一些的神经链接都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呢，是有很大的一种可塑性的，而且呢，它是会针对每一个语言都建立一个神经通道的。所以他们学习起来是很容易的，但是当他这个年纪过了之后，有一个关键期嘛，学习语言的关键期，当他过了之后呢，他这个第一语言优势他已经建立起来了之后，他就变成另外一种模式去学习一种新语言，他靠翻译。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如果我们现在再去学，比如说现在你去学一个法语的话，你是不是会要靠翻译啊？这个单词是对应哪一个？这个又是对应哪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对呀。但是如果你这样说话的话，是不是会说的特别的不流利？我们小的时候不让他去说中文，而且有一点哦，我们生活在一个说英语的国家里面呢，我们的小孩很多的时间都在说英语，在学校你看早上8点多哈，有一些是9点开始，就送到学校去了，下午的2-3点才回到家。这一段时间里面，有一些还去 after school，这么长的时间，他们都在暴露在英语的环境里面。它其实这一种刺激已经很多的，相反，我们中文的刺激，我们本身这个语言的刺激是比较少。
这个神经通路的刺激相对是很少。那你没有刺激的话，它就不会建立这个通道，不会建立这个通道，那慢慢就只有一种优势语言，就是英语了。那到后面他又碰到更大的困难了，我说话要想半天，然后来找一个词来表达，然后再加上大了之后也会觉得有一些的 social anxiety。我这说话说成这样子，我还不如不说了，更加不愿意说。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很值得我们家长朋友去思考的。诶，这个也有非常有意思哈。我的女儿也是这样子的，有时候，你知道我的做法是，我有时候听懂了，但是我有时候也没听懂，因为确实有一些新的词我也不知道。好，在幼儿园里面讲很多很多一些很口语化的东西，一些词，其实我也不太懂。然后我懂了，我也故意问他，我说你刚才说那个是什么意思啊？别人跟我解释一下，用中文说一下，他有时候可能也说不来，但是指手画脚的跟我描述一番，哦，然后我说，哦，我知道了，你说的是那个什么什么，啊，你没有发现这样的一种对话就拉近了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吗？你可以试一下啊，因为我有时候我也是，有些我听懂了哈，有一些我听懂了，但是有一些我也没听懂。有时候我听懂了，我故意问他，他慢慢的我也知道，哦，这个东西原来中文是这个，那下次他可能做这个词汇量增加了，他会跟我说，哦，这个是什么什么，用中文说出来。就是这一种习惯，你要慢慢的培养。我听我另外一个朋友，当然他是在多伦多，生活啦。他说他的孩子是怎么样？他孩子已经很大了，现在17、8岁的时间，哈，有时候觉得这个中文，哎，他学会了。比如说，他们经常去茶餐厅啊，饭店吃饭，有一个中文的菜单，他很喜欢吃某一个菜，比如叉烧饭呢。他每次都点那个叉烧饭，然后呢，点多了，他一看到那个叉烧饭三个字呢，他认得了。他每次就去拿着那个菜单看一遍，哦，找到这个叉烧饭3个字，他就点那个，他会觉得，哎，我还看得懂。然后呢，他说他的小孩，他就坚持这样子。他的小孩大了之后，会有时候会问他，哎，用英文讲一个 term 一个这样的词，或问他妈妈，哎，我这个 term 中文怎么讲的？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的交流哈，亲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慢慢讲多了问多了哈，诶，他就记住了哦，原来这个东西在中文就是相应，这个 term 在英文里面相对应的中文原来是这个，他慢慢就把他这个词汇量扩展了。当他拓展的时候，他就会讲中文的时候，他会更加的自信，就这样子。所以不要着急，也不用去纠正他，你一定要跟我说中文，不用去纠正他，但是你可以说，你刚才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哎，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他可能也解释不了，他指手画脚了半天，那没关系啊，你指手画脚完了之后，你大概猜到他是什么意思，那你告诉我，哦，这个在中文里面就是什么什么，我都知道是很难哦，因为我也发现我的女儿她现在很倾向于讲英文啊，然后回来跟我一句话里面说一句话里面夹杂了3、4个英文单词。他经常说什么什么，然后 plus 什么什么这样子的一种说话啊。当然，就是我们也不要去批评他，说你这样子，诶，你说的不是纯正英文。你越是批评的多，越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啦。没有人因为我做这件事情是要父母批评的，我不是，那我就更加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你更加挫败了他说这个中文的一种信心，一种他这种
动机，这种 motivation 就更加被挫败掉了，对吧？相反，你就觉得哦，哇，哎，我还会说几个字哦，我还会说，你相反就更多的鼓励，更多的赞扬，人都是这样子啊，你表扬的多啊，我就觉得，哎，我做这件事情还做得不错，我因为下次会也再愿意投入多一点时间再去尝试。然后相反，你说，哎，你这说话，你看你这样子，嗯。我每次一说，你们就说我说的不好，那我不想说。就是你们如果总是给我讲英语的话，那我以后就听不懂了。等我老，那我们怎么教我怎么说话呢？然后呢，我就鼓励他去讲汉语。我一想，这样呢，有点像道德绑架一样的。对，有一点点，但是就是这你怎么去把握？当然你也可以让他知道哦，哎，你中文你也有这个学中文的必要性啊，因为你除了跟我交流，是不是也跟你爷爷奶奶交流？爷爷奶奶根本就不会说英语哦，如果你也不会说的话，就没有办法交流了，对不对？那也可以说，但是也不用过分的去强调，对不对？过分的强调的话，会觉得，哎，你又来这种叫什么文化绑架，文化绑架，那可能他又会觉得，那适当的跟他说一下也是可以了。就比如说我刚才也说到，我女儿说的有一些词，我真的是听不懂的，我不是开玩笑，我不知道她。因为小朋友的很多的话，我也没上过这里的幼儿园，我没在这里上过这种中小学，我听不明白这些话，我就直接问，哎，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真的听不懂啊。然后他会跟我说，哦，这个是什么哈？哦，我有学到一个新的英文单词，然后他又学到一个新的中文单词，就互相的学习这样子。其他人还没有没有一些的问题？我们还有时间可以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或者是你们有没有一些的成功的经验可以分享的？啊，你好，刚才。他们都是那个少数族裔的朋友，然后他们就是大部分也是在这边长大的，从来没有去过他们自己国家，但是他们也自己跟自己的父母也是说他们自己的语言。然后我女儿就看到他们也跟他们也会说好几种语言，然后她都也想学，所以就是也鼓励她去在家里学中文。那对，这个是非常好的哈。那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了，其实我们华人有时候这一方面真的是做的不够其他少数族裔要好哈。我看到印度啊，还有一些的中东的那些的他们那些的种族的那些，他们都很坚持自己的文化哈。我还记得了，我以前呢，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啊，学的英语也给自己起一个英文名字了哈。后来我去美国了哈，然后我的同事问我，诶，他说你的名字很好记啊，很好啊，为什么你要起一个英文名字？其实你的中文名啊更好啊。我们一下子都记住了。哎，后来我又看到我周围的印度人也好，中东人也好，什么人都好。我一看那个名字，他不是一看就知道不是英文的，来源于英文的。在想了，为什么人家能够保持自己的这种民族的特性，保留自己的这种姓氏？哎，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什么要去改一个名字？然后他们就觉得，哎，你为什么是这样子？那反而对我有这样的一种疑问，后来我就不再用我的那个英文名，就一直到现在一直保留我这个名字。当然，我的名字是特别好记，特别好发音，这也是一种原因。他们也马上就记住了我的名字，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哈。但是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反对大家要起一个英文名，因为其实起一个英文名也是方便外国人去念，因为确实有一些字他们念起来经常发错音哈。比如说我孩子的姓氏，他们永远都不会发对的，但是姓当然是没有办法去改了哈。
这里也不是说要大家去那个，其实也是方便他们。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在文化传承这一方面确实做的还有进步的空间啊，我们还可以在这一方面多一点的努力。所以谢谢丹晨的一个分享哈，确实是的。当我们的孩子看到其他少数族裔在保持自己的一个身份认同上面做得那么好的时候，会反观自己，诶，我为什么就不会像他们那样子做呢？那我觉得我也要这样做。其实我其实我也有跟别人比较哈。我觉得更加要保持我这一种华人的一种身份认同这样子。而我觉得保持这个身份认同的话，我会觉得在这一个社会里面，我会觉得我在心理上会更加的强大一些的，而不会觉得我很模模糊糊，我非得要像他们一样。但是其实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跟他们一模一样。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呢？那如果没有分享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讲座。这里有我的一些的联系方式，包括 Facebook，还有微信，还有我的网站、email 等等哈。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你们可以加一下。